好，再过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simulated annealing， 或者中文叫做模拟退火法。那模拟退火法呢，简称 SA， 它基本上呢是不需要去算导函数的，那所以它也会比较慢一点。那其实有很多最佳化的问题呢，其实你根本也没办法去算导函数。那 simulated annealing 就会常常被用在这一类的最佳化的问题。那这边是 outline， 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对 SA 做一个简单的基本介绍，然后给几个范例，然后最后是我们的 summary。对应到日常生活中呢，什么样的行为呢是比较像 simulated annealing？我这边有一个 analogy， 就是一个类比就好像你拿一个饼干盒子饼干盒子里面装了很多碎饼干，有大块的，有小块的，但你开始去抖它你拿两只手握住饼干盒子，开始去抖它刚开始抖得很用力，然后慢慢抖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你就会发觉大颗粒会浮在上面，小颗粒会沉到下面去了。那这个就好像 simulated annealing， 我们希望达到最后的效果是，大颗粒在上面，小颗粒在下面，所以刚开始你动的时候呢，会动得很用力，动得很快，那接着慢慢的随着时间过去了，你震动幅度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这时候小颗粒就会慢慢沉到下面去了，这个就是在非常类比于这个 simulated annealing 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SA 会用到哪一些术语第一个是我们的目标函数，这个目标函数在这里我们特别说明，它是要去被 minimize e of x x 就是任何在parameter space 里面的一点通常是一个向量。那 e of x 呢，就代表我们的目标函数，我们希望这个目标函数是越小越好。那再过来 move set。move set 的意思呢，就是从 x 是现在的点，我要跳到下一个 x next 或是 new。这个 x new 呢，就是有很多种可能可能有 x new 呢，有10种可能，那我们全部都叫做一个 move set， 就是 next point to explore。那 generating function 呢，就是如何产生 next point， 如何产生你的 move set， 这是另外一个函数来产生 move set。那产生 move set 之后呢，你就决定说要不要从 x 跳到 x new 到底要不要跳过去？但是这时候呢，就会有个 acceptance function， 我到底要不要 accept x new 那要不要 accept x new 呢？我们先看它的目标函数的差异这目标函数的差异呢，就是 x new 的高度减掉 x 的高度。那因为我们希望它越小越好嘛，所以 x new 的高度呢，希望它越低越好。所以通常我们希望 delta 1呢，尽量能够越小越好，这是我们期望的但是呢，当你跳到新的一点以后呢，到底你会不会真的跳过去呢？你这个只是一个 move set， 那到底会不会真的跳过去呢？我们就用一个 acceptance function h of delta e and t 来表示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呢是1除上分母是1加上 exponential， 那里面是 delta 1除上 ct，t 是一个温度。那这个温度呢，会随着时间呢，会越来越低。刚开始可能很高，然后越来越低那光看这个函数呢，可能有点复杂。我们看 delta 1如果 delta 1小于0的话，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情况。这时候 h 呢，delta 1小于0嘛，那所以 h 呢会大于1/2所以它就很可能会跳到新的那一点那如果 delta 1等于0呢？delta 1等于0呢？这后面这一项 exponential 就直接变成1了嘛？那所以 h 等于1/2，所以它可能会跳，可能不会跳，因为新的这一点和旧的那一点其实高度一样高那再过来，如果 delta 1大于0呢？delta 1大于0表示说，那一点其实是不是很好那但不是很好，并不表示它就完全不会跳过去，它还是有可能会有机会会跳过去，但是这时候 h 呢就会小于1/2会小于1/2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你就可以发觉哦，就是 delta 一小的话，它就有机会跳过去；delta 一等于0，可跳可不跳；delta 一大于0的时候，它就比较不会跳过去，但是它还有机会跳过去。哦，所以就好像我们在震动那个饼干盒子的时候呢，它就会乱跳，只是它乱跳的结果呢，越是一个到一个更低的值呢，更好的位置呢，它就会尽量跳过去。但如果跳到一个比较高、比较不好的位置呢，它还是可能会跳，但是几率会比较低。哦，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温度。哦，这个温度呢叫做temperature。这个 temperature T 呢是我们通常让它开始是很高的值，然后慢慢变成0。哦，所以当 T is big 就很大的时候呢，那你可以想象这边T 很大的时候呢，整个 exponential 呢里面会接近于0，所以 H 呢会接近于1/2，所以表示这时候它基本上是在乱跳哦，可能跳过去，也可能不会跳过去哦，因为它的温度很高，所以等于说你震动的很厉害哦。那当 T 慢慢变小的时候呢，哦 ，T 慢慢变小。那这时候呢，这 exponential 这边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值，然后这 h 呢就会逼近于0，哦，所以 t 慢慢变小的时候，它基本上就不再跳了，就慢慢会稳定下来，哦，类似前面那个我们在震动那个饼干的罐子一样，哦，当刚开始我震动很厉害 ，t 很大，所以它会在这里会都有可能会跳，但 t 慢慢变小以后，h 呢就慢慢逼近于0，哦，所以就整个 simulated annealing 的过程就类似这个过程哦，刚开始震动很厉害，乱跳，然后慢慢逼近于 T 慢慢变小的时候，然后它就不太会跳。那整个 T 由大变小的过程呢，我们叫做一个 annealing 哦，或者是 cooling schedule 慢慢变小。好，所以这是一个流程图哦。我们选择呢，在 moveset 里面，moveset 里面可能有好几个值哦，好几个可能哦。你选择一个新的点 x new。选完以后呢，我算它的 objective function， 算完之后呢，我就决定根据这 objective function 跟现在这 objective function 的差异哦，就得到一个 delta t 哦。那你根据现在温度呢，我决定要不要接受这个 x new 哦。那当 delta 1越大的时候哦，表示说它往高的地方跳，那我就不接受。当 delta 1越小的时候，我就往低的地方跳，我接受几率就会比较大。哦，那做过一轮以后呢，我把 temperature T 呢，把温度降低，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刚开始温度大的时候，它会乱跳；当温度越来越小的时候，它跳动的几率就会越来越低。哦，所以这整个就是simulated annealing 的一个流程图。我们来看看这个范例，哦，这个范例也蛮有意思的，这个叫 Traveling Salesperson Problem， 简称 TSP。哦，换句话讲就是，有一个推销员，哦，比如说在全美国各地推销，今天呢，这上面呢总共有这边大概有20-30个城市吧，哦，那我要把这城市全部走一趟，哦，全部到每一个城市去推销，我要全部走一遍，那我怎么样走出一个最短的路径？我记得每个城市都要走到，然后从头哦，从任一个城市开始哦，比如说我从这里开始，哦，那要把所有城市走一遍，请问我能走的最短的距离是多少？那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哦。如果我没记错，这所谓的 NP hard 的问题哦，就是它没有一个 polynomial 的 solution。哦，没有办法在很快速的找到最佳解。但通常呢，在实际的生活中呢，我们也不是期望每一次都能找到最佳解。如果找到一个解呢，是很逼近于最佳解，其实那也就可以了。哦，所以我们的做法呢，就用 simulated annealing 来解这个问题。哦，那 simulated annealing 来解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定义我们的 move set。那对 TSP 来讲呢，它 moveset 特别重要哦，你不能乱定义，乱定义的话，它走的路径也是乱七八糟哦。那第一种情况呢，各位看这个情况哦，这是一种可能的路径。
那它走是1、2、3、4、5、6、7、8、9、10、11、12哦。那整个走完的过程中呢，你就会发觉哦，这两个有交叉，有没有？这里9、10和5、6， 9、10和5、6中间有交叉。那其实只要一有交叉呢，它就不是最佳解。各位可以想象哦，假设这边有一团路径不管怎么走的哦，然后走到这里来，然后比如说走到这里来，哦，然后这里不管怎么在里面走来走去，走过来走来走去，然后然后再交叉回来哦。那你想看，这一旦出现交叉呢，我可以走法，我可能把它换掉，变成走这里，再走这里，哦，那一定会比走交叉来的短。各位可以想象哦，这一段加这一段会大于这一段，然后这一段加这一段又会大于这一段，所以你把交叉解开来，变成从这里走过去，在这里走回来，它的路径就一定会比较短。哦，那你看这是一种可能哦，比如说6、7、8、9，原来是6、7、8、9，我可以直接把它颠倒过来哦。有没有可以看到有没有原先走的6、7、8、9，我把它颠倒过来，变成9、8、7、6哦。那一旦变成有没有9、8、7、6，我的交叉就不见了哦。所以这是一种可能的 move set 哦，这叫 inversion， 就把它整个选一段哦，把它颠倒过来，6、7、8、9变9、8、7、6哦。那再过来呢是可以 translation 哦，你可以把8、7这一段有没有？8、7是这两点哦。你可以想想8、7这两点很明显离4、5比较近嘛，而不是离9、6比较近嘛。所以如果能够把8、7有没有搬到4、5中间，把8、7搬到4、5中间，那我原先的走法呢就会变成走这一块，把8、7呢接到4、5中间，这样果然又比较近了。那这个叫 translation， 就把8、7有没有往前搬一段，或是往后搬一段，这叫 translation 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 switching， 你任选两点直接把它交换哦。我看这边的例子哦，比如说3跟11在这里，3在这里，11在这里，哦。那因为3和11呢，你任选这两点，你就把它交换看看，这个一交换，果然打开了两个叉，两个叉就不见了，因为原来这里有一个叉，这里有一个叉。那3和11呢，分别把它两个位置直接对调，所以11变在这里，3变在这里。那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可能的 move set， 这叫 switching。所以呢，我们可以定义 TSP 的 move set 就是 inversion、translation 加上 switching。哦，针对这个问题，那当然了，针对不同的问题，你可以定义不同的 move sets。哦，那这要 depends on 你对这个问题的了解。那你的 move set 必须有意义，比较可能把它带到一个更好的 objective function。哦，或者在这里因为是最小化，把它带到一个更小的目标函数，那这样才是一个有意义的 move set。好，我们来看这个范例，这个范例也是蛮有意思的哦。有100个 city， 哦，那我就用100个 city 的 TSP 的问题呢，我们用 SA 来解这个问题哦。所以一开始呢 ，initial random path 你会发觉，哇，它交错很多哦。就是我刚刚讲的，只要有交错，一定就不是最佳解。哦，所以你看到在整个过程中，它是一直把那个有交叉的部分把它打开来。哦，那在 SA 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它交叉越来越少，到最后的结果，类似是这个样子，你会发觉，它真的没有交叉。哦，当然了，没有交叉不表示是最佳解，但是有交叉一定不是最佳解。那所以它至少能够把所有的交叉都打开来的。哦，那打开来，譬如说这样一个图，它到底是不是最佳解呢？也不见得哦。我看到一个例子哦，譬如说这里84这一点，84这一点呢，其实它应该直接把它插到从这里，它比较靠近这里嘛，所以它应该从95走到8，就走到96。那这样的话，83就不必走到80，83跟85就直接连在一起，这样很明显距离就会更短一点。好，那就是等于说是单点的做这个translation 哦，这边还可以再继续 optima 下去，那它可以做得更好。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范例，我看看能不能切到。哦，切到 Made 好，那我直接设，我们先看100个城市，它出现的效果是怎么样？没有，它一下子就做好了。好，那我们再把它难度提高一点，到200个城市。哦，记得在这做的过程中，它一直把打叉的有交叉的部分把它拆开来，其实就是只要一有把打叉部分拆开来，它的目标函数就会降得更低。哦，那这个其实不是做得很好，各位看到这里53、54，这其实还有交叉的部分在这里。哦，这边也还有交叉的部分，所以 simulation 原理还可以继续做久一点。哦，那我们直接看500个点，500个城市。哦，哦也是这样，它把交叉部分一直在打开来，一直在打开来。哦，这是最后的结果。哦，各位可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交叉。哦，如果有交叉，表示还不是 optima， 还可以继续做下去。哦，但是就算没有交叉，你可能还可以找到一些点，可能可以让它做得更好。只要有一点离其他点，离它的连贯那2个点比较远，而靠近其他的点比较近，那可能就不是一个最佳解。哦，我在找有没有这样的范例。哦。哦，看起来，譬如说324这一点，324这一点看起来可以从33连到从333和334比较近，而离325和323比较近，所以324这一点如果搬过来的话，它整个距离会更近一点。哦，那就是表示这个还有最佳化空间。那 simulated learning 跑到最后会越来越慢哦，因为它动的会越来越小，因为它已经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 solution 了，所以它可能可以跑的。就时间可能会跑比较久一点。如果你要让它达到最佳解的话，你就需要让它时间跑久一点。好，那一个更有趣的点呢，是因为 simulated annealing 呢，它的目标函数呢，你可以任意定。哦，我甚至可以跟他讲说，如果你这边有没有这个是100个 city 的 TSP 问题哦，那我特别画一个圆哦。如果说一旦通过那个圆呢，我就加一个 penalty 在上面哦。比如说当 penalty 等于0的话，它就根本不管会不会经过那个圆哦，就照跑，那跑出一个结果出来。那我当定 penalty 等于0.5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看它只从这里进去圆，从这里出来哦，所以进去出来一次，那也找到一个还不错的 solution。那你可以甚至说我 penalty 等于-0.3，那-0.3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它这个最好在这圆附近进出嘛，所以你看到它就在圆一直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哦，希望它的 penalty， 希望它的整个目标函数要压到越小越好，因为每进出一次就会扣0.3，所以它就想办法走很多遍哦，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simulated annealing 是非常 flexible 哦，你可以调整它的目标函数，那只要时间跑得够久，它就会帮你找出一个还不错的 solution。好，那我们来看看 SA 的 property 哦，它的长处哦，这个它的好处跟坏处跟 genetic algorithm 基本上是很接近哦。它的长处呢，基本上概念很简单哦，非常直觉哦，然后你要 implement 也很简单，然后你可以长出各式各样的变形，尤其是你的目标函数很复杂的时候，它一样能够帮你进行最佳化。然后第3点呢，它很适合做 parallel computing， 可以平行进行运算哦。那缺点呢？哦，跟 GA 也是很像。第一个是慢，第二个呢，你的 move set 呢是 depends on 你的 task， 所以你必须对问题有所了解，才能定义好的 move set， 那它的效果才会好。哦，那第三个 weakness， 这其实不能算是一个 weakness， 因为没有任何
最佳化的方法，能够保证找到最佳解。哦，如果你的问题很复杂化，问题只要够复杂，它就一定没有办法找到最佳解。哦，那这个 simulated annealing 也会有同样问题，但是只要时间够长，它都可以帮你找到一个还不错的解。哦，只要你的 moveset 定义的够好，那找出来的解其实都还不错。好，那今天就先说明到这里。